大家好，今天我們來介紹一下如何在 Obsidian 裡面透過 Git 外掛來讓 Git 協助我們做版本控制的方法。Git 通常是程式設計師用來控制原始程式的管理工具。在 Obsidian 裡面，我們可以透過 Git 除了來做檔案同步的功能以外，也可以將筆記的所有異動，包括內容的修改、檔案的變更或檔案的刪除，或者是檔案移動位置等等這一些跟檔案相關的所有的異動都能夠記錄起來。之後就可以透過 Git 對所有的版本來做管理了。這樣子我們可以將筆記還原到任何一個時間點。透過 Git 版本控制軟體，它就能夠讓我們達到所有的資訊都不遺失的狀態。使用雲端硬碟，它基本上就是能夠幫我們做到同步，還有比較基本的版本控制，但是沒有辦法做到像 Git 這樣子這麼完整的控制。因此我們今天為各位介紹一下如何在 Obsidian 裡面來使用 Git。在電腦端是需要安裝 Git 的 client 程式，在行動設備上面就必須透過別的方法來控制它了。在 Android 上面，我會建議大家，如果你的版本儲存庫比較大的話，有可能目前透過 Git 這個外掛，它透過 JavaScript 的 Git 控制，有可能會比較没有辦法那麼順暢的來執行 Git。如果你是使用 Android 手機的話，我會建議你先安裝 GitSync， 透過 GitSync 來做檔案的同步，接着就可以在 Android 手機上面來使用 Obsidian 的 App 了。那在 iOS 方面，要請各位自行嘗試了。我印象中 iOS 也是有一個 Git 的 client。那如果你的儲存庫沒有辦法直接在 Obsidian 裡面做同步的話，也可以使用 iOS 的 Git Client 的 App 來先做檔案的同步，接着再進入 Obsidian 來做檔案的編寫。以下我們就按部就班的來為各位介紹 Git 這一個外掛到底在 Obsidian 裡面要如何來使用。一開始如何在 GitHub 上面建立賬號，然後建立你的新的 repository， 然後接着怎麼樣子透過 Git 來跟你的新的筆記來做同步。接着我們就再介紹，如果你已經有筆記的儲存庫了，怎麼樣子加上 Git 的環境，這樣子可以讓我資料同步到 GitHub 上面。然後第三步驟就是在行動設備上面怎麼樣子來使用 Git 的外掛。最後就是再介紹一些 Git 常見的操作。這邊使用的所有的環境是以 GitHub 為主。最後要再跟大家講一下，如果你的行動設備使用 Git 這個外掛，最好你的遠端的網址不要使用 SSH， 而是使用 HTTPS， 因為行動端的 Git 外掛它必須是使用 HTTP 這個通訊協定，請大家在取得儲存庫的網址的時候要特別注意。要開始使用 Git 的第一步，就是先到 GitHub 上面去建立你的賬號。建立賬號這個動作很簡單，我就不做展示了。接着就是要進入開發者的設定，在這個裡面呢，建立一個 Access Token。有了這個 Access Token，Git Client 才有辦法連接到 GitHub 上面的儲存庫。首先進入 GitHub 的網頁，然後接着點擊右上角的頭像，在這個裡面呢，找到 Settings， 接着再從左邊找到最後面的 Developer Settings， 因為我們需要進入開發者的設定，這個網頁才有辦法做後續的處理。在這個地方首先需要来先建立一個存取的 token。在這個地方它有兩個 token， 比較簡單的方法是直接使用 classic 的 tokens。在這個 tokens 這邊，你只要先建立一個新的 token， 我們點擊一下，然後直接點擊後面這個 classic 的這個 new token， 然後接着就進入 GitHub 的網頁。因為目前我的環境已經啟用了2階段的驗證步驟，因此我必須使用 Authenticator 來進入 GitHub。這個時候我就是執行 Authenticator 的程式，接着把驗證碼給輸入進去。接着就是把 Access Token 需要的欄位給輸入進來，比如說我這邊做一個 Test Token， 如果你很擔心有別人使用到你的 Token 的話，你可以把它設定不同的期限，假設我把它設90天。那後面這邊就是需要存取的權限，因為我們需要讓 Git Client 來存取整個 repository， 因此這個 repository 這邊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它勾選起來，讓它具有這個存取的權限，然後接着就可以到最後面直接點擊 Generate Token。那這個 Token 它會產生一組金鑰，那這一組金鑰必須先把它給複製起來，而且請各位要把它給儲存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因為後面 Git 需要使用到這一個 client 來當做它的密碼，因此我們先把這一串的金鑰給複製起來，然後請各位記得把它保存好。如果我們使用新形態的 token Fine Grained Token 的話，請各位要記得必須要點選 Content 的內容，要把這個 Contents 裡面的內容把它改成 Read and Write， 這樣子這個 Access Token 才有辦法使用。因此這兩種 Token 它的設定的內容稍微有一點不同。有了這個 Access Token 並且把這個金鑰給儲存起來以後，就直接在 GitHub 上面先建立一個新的 repository， 用這個新的 repository 來存放筆記庫，點擊右上角的這個加號，然後選擇 New Repository。假設這個新的筆記叫做
My Personal Notes。這個就是新的儲存庫的名稱，因為我的筆記不想讓別人看到，因此我們會選擇 Private， 然後直接點擊加入一個 README 的檔案，那後面就讓它使用了預設值，接着直接點擊 Create Repository， 這個時候這個儲存庫就已經建立好了，而且裡面有一個檔案，這個檔案叫做 README.md， 也可以再使用 GitHub 上面這個 F file 直接來新增一個新的檔案來試一下。輸入好了以後，要記得給它一個檔名。假設我這個叫做 first.md， 這個就是我們建立的第一個 Markdown 的檔案。接着就直接點擊 Commit Changes， 把這個變動給提交到 GitHub 上面。我們直接點擊 Commit Changes。目前這個 repository 就有了2個檔案了，接着就點擊一下這個筆記，讓它回到第一個畫面，再從右邊的這個 code 裡面去取得這個 repository 的網址，點擊一下。因為剛剛有講過要使用這個 HTTPS 通訊協定，而不是使用 SSH， 因此我們就點擊這個 HTTPS， 記得把網址給複製起來，到時候就可以使用這個網址來存取這一個 repository 了。那到此為止，我們在 GitHub 上面的操作就先告一段落。後面 Git Client 的安裝就直接在 Sandbox 裡面來操作給大家看。首先我們要先下載 Git Client 的程式，因此我們進入瀏覽器，下載完畢以後直接開啟它，然後後面就是直接都使用預設值的安裝就可以了。它預設是安裝在 C 冒號的 Program Files 裡面的 Git 這個資料夾。就直接全部點擊 Next， 這樣子就把 Git Client 給安裝好。接着我們就點擊結束，後面接着再把 Obsidian 的最新版給下載下來。你的 Obsidian 已經安裝好了，當然就不必執行這一個下載的動作了。然後就直接執行 Obsidian 的安裝程式。接着就是直接在 Obsidian 裡面來建立一個新的儲存庫。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點擊這個 Create， 在這個地方給筆記一個名稱，比如說我把它叫做 My Personal Notes。接着再來瀏覽要存放的位置，這個 location 就會是 C 冒號反斜線，也就是根目錄，直接點擊 Create。我們回檔案總管來看一下。在 C 磁碟機裡面就已經有出現了 My Personal Notes 這個資料夾，接着就直接在 Obsidian 裡面來做後面的操作。首先先把 Git Client 給安裝起來，因此點擊右下角的設定，再進入社群外掛，讓社群外掛給開啟起來，然後我們再直接點擊 Browse 來做瀏覽，在這個所有外掛的搜尋網頁輸入 Git。要安裝的就是 Git 外掛，就直接點擊它。再點擊 Install， 接着再把它給啟用起來，因此點擊 Enable。因為目前的 My Personal Notes 這個資料夾並不是在 Git 的控管裡面，因此剛剛會出現警告的視窗。那我們點擊這個 Options， 那在這邊各位可以看一下哈，如果有什麼需要做異動的，就在這個地方做一些基本的設定。目前就先不做任何的變動，直接回到 Obsidian。在 Obsidian 裡面直接點擊 Ctrl+P 進入命令面板，然後輸入 Clone， 直接執行 Clone 來複製已經存在的遠端儲存庫。接着我就把剛剛的遠端的網址給貼進來，也就是剛剛在 GitHub 上面這個 code 直接複製 HTTPS 這一個網址。複製好以後再回來把剛剛的網址給貼上，直接按 Enter， 然後要輸入一個目錄的名稱，不能帶有磁碟機的代號，就直接輸入 New-Notes， 直接按 Enter。因為我們是需要所有的儲存庫的內容，因此在這個地方直接輸入 Enter 就可以了。它就會把剛剛遠端 GitHub 上面的內容整個同步到 Local 裡面來。這個時候要直接能夠登入 GitHub， 因為我們需要進入 GitHub 才能夠去取得所有變動的內容。在這個地方直接點擊這個 Token， 然後把剛剛複製好的 Token 的內容給貼進來，也就是說剛剛複製好的這個金鑰，再把這個內容給貼上，直接點擊 Sign In。這個時候它其實就已經在做同步了。同步完以後，可以先到檔案總管來看一下，到底剛剛的內容是複製到哪個地方。它其實是會在剛剛已經開啟起來資料夾的裡面，也就是這個 My Personal Notes 裡面。
可以看到剛剛這個 new notes 就是剛剛輸入的 vault 的名稱，剛剛這個 first readme 等等這些內容就已經被同步下來了。接着就再回到 Obsidian， 用這個 manage vault 來切換 vault， 用這個 open 來開啟已經下載下來的 vault， 也就是 my personal notes 裡面的這一個 new dash notes， 然後直接選擇這個資料夾。這個時候可以看到就有這個 readme 了，這個是由 GitHub 自動產生的，這個 first 呢是在 GitHub 上面用 add file 加出來的，這樣子就已經完成了跟遠端整個複製的內容了。新增一個第二個筆記，我把它叫做 second note。輸入完畢以後，就可以把新的內容同步到 GitHub 上面。這個時候，如果來看左邊的側邊欄，並不會看到有 Git 的圖示，因為這個新的 Vault 還沒有安裝 Git 外掛。因此，我們一樣進入了設定，再把 Community Plugins 給 Turn On， 然後再去瀏覽，再安裝一次 Git 這個外掛 ，Install Enable， 這樣子我們就已經把 Git 這個外掛給安裝好了。這個時候工具欄才會看到 Git 的圖示，點擊它一下，它會在右邊會出現 Git 的這些內容。接着來看一下如何把 Obsidian 裡面的內容給同步到 GitHub， 再建第三個檔案，叫做 Third Note。輸入完成以後，就可以直接 Ctrl+P， 然後在這個裡面找到 Git 的 Commit and Sync， 然後直接執行提交並且同步的命令。可以看到它有把两個檔案給同步上去了，這個時候就已經同步完成了，可以回 GitHub 上面來查看一下，直接點擊重新整理，可以看到 Second 跟 Third 已經就同步到 GitHub 上面，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完成了整個 Obsidian 到 GitHub 上面的整個同步的操作了。然後將來所有在筆記裡面做的任何變動，都可以在 GitHub 上面找到它所有的版本異動的歷程。如果你的筆記儲存庫已經存在了，這個時候想要加上 Git 控管，我們要怎麼操作呢？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直接在 GitHub 上面新建一個 repository， 然後將它的網址給複製起來，然後直接執行它的網頁會顯示出如何加入 Git 控管的一個命令，接着就在命令行裡面一行一行的執行顯示出來的內容就可以。我來展示一次如何新建儲存庫，並且讓你自己已經存在的內容跟它做同步的一個操作。直接點擊右上角的這個加號，選擇New Repository， 然後輸入一個名稱叫做 test-2025-04， 然後選擇 Private。那這個時候這個 README 不要去勾選它才會顯示出命令。那我們就直接不勾選 Add README File， 然後直接 Create a Repository。好，在這個地方它就會把詳細這個命令給顯示出來。那我們只要從這個 git init 一直執行到這個 git push， 就可以把你已經存在的筆記的內容給同步到這一個新建的儲存庫裡面來。它的操作我就不一一展示，請各位直接執行所有的這個命令，執行完一次就已經可以同步了。行動設備其實它的安裝也是一樣的程序，就是先安裝了 Obsidian 的 App 以後，然後再去把 Community Plugin 裡面的 Git Client 給啟用起來，然後一樣直接做同步的操作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的 Vault 裡面的檔案比較多，有可能同步會遇死，沒有辦法成功的做同步的操作。這個時候我會建議大家直接到 Google Play 裡面去找 GitSync App， 然後透過 GitSync 來跟你的 GitHub 做同步。這個下次有機會再實際展示給各位看。如果各位照着程序一步一步去執行，也可以很容易的就把 GitSync 給安裝好，然後在 Obsidian 裡面就可以直接去開啟已經同步好的儲存庫內容了。我有匯總了幾個我碰到的一些問題，各位可以直接看那個文章的內容來看看要怎麼來解決你碰到的問題。如果你碰到了別的問題，也可以請大家反映出來，看看網友們是不是有可以解決的方法。那今天就是為大家介紹如何透過 Git Plugin 來跟 GitHub 做檔案同步，並且啟用 GitHub 的版本控制的一個功能。如果你覺得我介紹的 Git 的功能對於你在同步 Obsidian 上有幫助的話，請各位記得訂閱、按讚、分享，也透過超級感謝支持我來錄製其他的教學影片。今天介紹到這邊，謝謝各位。